大王，今日我去看姐姐，姐姐为大王给蛋儿取名而欢喜至极。你也喜欢这个名字？谁人能不喜欢？哦，对了，大王，上次与大王提起唐夫人节俭，把每日省下的灯油一点一滴刮下来留用。昨日内府突然派人给唐夫人送去了10斤灯油，惊得唐夫人对着内府的人直抹眼泪。寡人为太子时，唐夫人就跟在身边，寡人理当善待老实人。我近来还知道了，宫里的烹饪高人是谁？谁呀？魏良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大王每次去魏良人那里都要用膳，去别人那里大多只是坐坐便走了，可见魏良人那里最让大王动心的是饭食。你这个小丫头。好了，今天就不说宫里的事，说点别的。说什么？说说你的子歇如何？那只是些小儿女的故事，大王又不是邻家老伯，听起来只怕会无趣。那今日你就把寡人当成邻家老伯，如何？邻家老伯，那邻家老伯就猜猜，我与子歇是怎样相识的？月儿喜欢逞强，只怕不打不成交吧。我自幼常常在宫中与人打架，但子歇从来都是帮手，不是对手。我与子歇的缘分，还是从我在膳房给弟弟偷糕饼开始的。皇歇谦谦君子，却要跟着你当小贼，真是难为他了。偷糕饼算什么？子歇跟着我，不仅在宫里偷瓜果，还偷草药，还曾把南后的后花园给翻了天了，连那宝官都被我打伤了。宝官是南后的侍从？那是南后的护院狗。护院狗？想要征服列国，征土地利，征服人心难，这是寡人的志向。芈月，你可愿意陪寡人完成这个抱负？大王晨起习武，芈月来陪。今日寡人免你早起。芈月睡不着了。那就替寡人更衣吧。是。
姐姐要将一样重要的东西交给你，这是当今世上难得一见的《孙子兵法》的全卷。它既能教你领兵打仗，也能教你处事做人。战场龙血玄黄，有空多读一读，比带个先生在身边还有用。姐姐放心，做男儿铮铮铁骨，定不辱没姐姐对我的期望。大王，喝茶。寡人累了，不看了，陪老伯说说话。老伯想听什么？老伯还是想听听你的子歇。还说？每次都说他，都说了好多次了。老伯还没有听够，你就说够了吗？再说，那也是过去的事情了。知道吗？子歇曾答应我，说这辈子只要下雨，他便背着我走路。为何有此承诺呢？那年我生辰，魁姑给我做了双绣鞋。魁姑的女工是宫里1等1的好，那双鞋子真叫人爱不释手。可那日正巧赶上下雨，我便将鞋子揣在怀里，赤着脚走路。子歇在公道上碰到了我，心痛至极，他硬要我把鞋子穿上，背着我走。他告诉我说，这辈子与我在一起，一定要让我总有新鞋穿。如若下雨，他便背着我走路。你们两人真是天设地造的一双，可惜了。寡人将你视若瑰宝，绝不要一丝一毫的勉强。睡吧。
王后近日胃口可没有前些日子好了。奴婢让膳房用野山鸡熬了肉粥，王后尝尝。大王至今都没有临幸芈月。王后，给我吧。小丫头，在动什么鬼心思？是不是趁着寡人喜欢你，想多求些恩宠？是，也不是。寡人恕你无罪，说来听听。芈月一心想抓住那个指使一群人袭击王后迎亲车队的主使，以大王的智谋，应当早已心里有数，为何迟迟不动手呢？你知道下棋最忌讳是什么吗？心急于攻，得子而不得势。要学会走一步看10步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寡人答应过你，定不会让那人逍遥法外。但此刻一朝疏忽，就可能坏了寡人的全局。行了，说说别的吧。大王想说什么？还是你的子歇。今日不说他了。为何？我想说的子歇都已经说完了。当真？过去提起子歇，这胸口总是满满的，如今倒是觉得空了。那好吧，我们就各自歇息。快清明了，明日一早，寡人要带你去个地方。知道你在山崖边给黄公子建了土坟。前不久，寡人让木坚把坟迁到这儿来，也好方便你时时祭拜。你放心，里面的东西没有丢失。当初，黄公子定把此物看作瑰宝，寡人也同样珍视。既然心木已建好，还是由你把这东西放到墓穴里去吧。子歇，大王给你修了新墓，以后我年年都可以来看你，你再也不会孤独了。
寡人总是听月儿说长道短，但从未听你提过父王。魏后待你刻薄，难道你父王也待你不好？父王，父王待月儿再好不过了。如何是好？父王是月儿的大老虎，我是父王的小老虎。嗯，儿时，我常到父王的大殿里去玩，我觉得父王一个人坐在大殿里很寂寞。我吃着父王案头的点心，还给父王捶背。父王要是批奏章批累了，他就会背着我在大殿里转悠。寡人看书简也看累了。来吧，小老虎，寡人陪你做回大老虎。大老虎，你真的背我？君无戏言，来吧。小老虎，可是有点分量哦。嘿，不重，不重。大老虎的脑袋，我摸的；老虎的须子也摸得，老虎的鼻子也摸得，老虎的胡须，我也摸的。做小老虎真的有那么好吗？那是，做小老虎自然好。小老虎比大老虎还威风呢。那大老虎要跑快一点啦。还要不要快一点？大老虎快跑！准备好了没有？下来吧，小老虎。大老虎背不动了，给寡人铺床更衣吧。
公元前318年，芈月被册封为八子，位比中耕，禄至千担。从此，芈八子成为他一生的名字。月儿本以为，即使与大王同屋而眠，也不过到此为止。谁知孤男寡女，同屋不同榻，若不是太无情，便是用情太深。这么多后宫女子，只有你能得到大王如此垂青。姐姐，姐姐不会因此责怪芈月吧？大王看重妹妹，临幸妹妹是早晚的事，姐姐应当替你高兴。王后，可以歇息了。王后若不想睡，奴婢陪您说说话。姑姑先去睡吧。是。姐姐，我和樊长史都生了儿子，大王开恩，上个月才刚刚给我们继承了一个长史的分位，却比一个承宠没几天的人还低了2阶。自打我进宫起，也没见过大王如此专宠过一个人。先王后与大王也算是恩爱，可是大王对他也就是相敬如宾罢了。这么不起眼的一个小丫头，竟然狐媚了大王的心。王后生了儿子多少天了？快2个月了吧。王后生了嫡子，大王去交房殿去了几次？听永巷的人说，也就4、5次吧。3次用膳，还有1次是路过那儿，顺便进去坐了坐。王后生了儿子，应该是大王的心头肉。眼下正是需要人怜爱的时候，大王若是乱了分寸，惹恼的不该是你。等着有些人心里长牙吧，用得着你我着急吗？我倒是希望大王对芈月再专宠一些，这样才合了我的心意呢。姐姐说的对呀，妹妹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？这香焚到现在才觉出好来，要有点耐心。夫人，大姐来了。拜见八子。大监免礼，姑姑给大监倒水。啊，不必。八子，这是怎么了？今日一早起来，八子的身子就有些不适。请太医看过了吗？啊，不用了，只是小病，养1、2日便好了。哎呀，这可坏了！大王今晚召八子侍寝呢。
芈月福薄，只好请宫中别的姐妹代劳了。这……咱们小公子天庭饱满，长得跟大王一模一样呢。他父王指望他荡平列国，称霸天下呢。啊，是啊。怎么了？当儿想必是饿了，让奶娘抱去喂喂吧。是。哦，好了好了。小公子都满2个月了，大王也没来用过几次晚膳。大王政务繁忙，可奴婢听说大王几乎夜夜都召芈月去承明殿呢。今晚侍寝的又是他。我月子里的时候不能侍寝，芈月替我侍奉大王。如今我刚出月子，芈月多陪些大王，也是她的本分。只怕有些人的心思在本分之外呢。好了，玳瑁姑姑，我知道你是在为我争，但是不能因小失大。当儿刚满月，大王就令魏夫人把主持后宫的大权交还给我，可见大王对我的信任。如今大王指派芈月主管整理我从楚国带来的陪嫁书简，她日日在书库，也算恪尽职守。好不容易有几天太平日子，你就不能让我耳根清净一下？奴婢知道了。姑姑，其实母后把你指给了我，你的心就全在我这儿。入秦宫这1年多，你跟着我吃尽苦头，姑姑对我的好，我心里岂能无数？只是有些事情，姑姑还是少说话。我不是糊涂人，应当如何，我心里有数。王后这么说，奴婢心里就踏实了。拜见王后。何事？大王让小的来传话，说今晚到王后这边来用膳。王后您快准备准备吧。大王今晚要来？是。可是大王今晚不是召芈月侍寝吗？哦，八子病了。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大王要来，晚膳让膳房好好打点一下。是，奴婢亲自去膳房，让他们备些鹿肉。鹿肉属纯阳之物，补脾益气，温肾壮阳，给大王吃最好不过了。奴婢去准备了。大王，这鹿肉是照楚国的方子炮制的，您看味道怎么样？不错，外面焦脆，里面鲜嫩，鲜美异常。怎么，还有些野山菌的回味？这鹿肉要先腌制再炮制，所以味入肌里。这野山菌是臣妾特意交代御厨，先将野山菌熬成汤汁，待肉炮至5成熟的时候，淋浇在这鹿肉上，所以才有这滋味。王后真是聪慧之人，一块鹿肉也能做出奇巧花样。臣妾愚钝，只是尽职而已。好了，寡人吃饱了。大王，臣妾近日重新开始打理后宫事务，好久不接手，都有些生疏了。再加上当儿才刚满月，臣妾想，要不让芈月帮臣妾料理几日？芈月的确聪明能干，不过眼下芈月正带人整理王后带来的陪嫁书简，哪里还有空闲？再说，后宫事宜
均是王后分内。不行，让孟昭氏帮你吧。那就照大王的意思办。好了，不早了。大王今晚……芈月病了，寡人要去看看她，之后回承明殿打理政务。恭送大王。王后，姑姑有话就说吧。你留不住大王的人倒也罢了，怎的把手中主持后宫的大权也要随意送给他人？这权是我等想送就送得出去的吗？后宫的权给谁不给谁，全在大王一念之间。姑姑难道没看出来？我只是试试大王。大王方才的话，你也都听见了。夫人、姑姑，你们快看，好看吗？按照昨日夫人给我们出的主意，我们把捉到的萤火虫装在袋子里，做成这个小灯，在外面照路，挺管用的。果然是好。好是好，但这布袋是麻布做的，透光不好。你们等着，一会儿我用个薄薄的纱布给你们做个大大的纱袋，然后一起去荷塘边多捉些萤火虫，那才叫碧光莹莹呢。这主意不错呀，给寡人多做几个，送到承明殿去，让寡人也沾沾你的光。大王，免礼。大王，怎么有空来了？寡人听说你身子不适，特意来看看你。看你又能捉萤火虫，又能做纱袋，看来不是身子不适。香儿、慧儿，还不快去将新煎好的金银花水给大王端上来。是。大王恕罪，这2日忽冷忽热的，月儿的确是常有头疼脑热的时候。你这点小把戏，哄得了别人，哄不了我。说实话，你是厌烦寡人，还是厌烦寡人的承明殿了？大王待月儿好的不能再好了，我哪敢说厌烦2字？只是宫中的姐妹甚多，大王也该分些恩惠给她们。你呀，你一向率真，这话不像是芈月的话。谁教你的？啊？无人教我。前不久，你随孟莹去见过莹夫人，定是她的主意。唉，我这个姐姐样样都好，就是爱多管闲事。燕王派使节来提亲，你等如何见解？大王，燕国在6国之中属于平庸懦弱之国，国土面积不大，兵卒数量不及魏，车骑数量逊于赵，军粮储备也难望其之项背，而刀剑器械不及韩。燕国并无一技之长，与之联姻，与我秦国毫无益处。大王，大良造此言差矣。燕国的确国小势微，北有山戎侵扰，南有齐国虎视，但这也正是燕国一心要与我秦国结交的原因。若燕秦2国联姻，南可以联手抗齐，西可以牵制东胡，大大缓解我秦国的后顾之忧，既是举手之劳，又是明智之举，为什么不呢？张子之言甚是，秦国对外该实行远交近攻之策。那燕国距秦国千里之外，与秦国并无直接冲突，而东胡和齐国与秦国为敌多年，若能联燕抗齐，乃上上之策。看来
与燕国联姻，利大于弊，何乐而不为？选燕国使者，明日入承明殿议亲。是。你听说没有？燕国派人来求亲了。向谁求亲呢？那还有谁呀？当然是我们秦国的大公主啊！咱们大公主那么好，谁能配得上她呀？你笨不笨呢？再好的姑娘，那也得嫁人呢。希望燕国不是太远。这燕国啊，是离我们秦国最远的国家了。冬天下很大的雪，那儿的人呐，鼻子和耳朵都被冻掉了。这大王为什么要把大公主嫁到那么吓人的地方去？脖颈子痒了。姐姐，今日我到公孙衍的府上去过了，可大良造仍然不肯把符节还给咱们。我问他，若是大王追查起来怎么办？他竟然说，那就告诉大王，说符节在给母国送节礼的路上让强盗抢了去，然后就硬是把我给打发回来了。要不你我去大王那儿出手他？妹妹糊涂啊，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自保了？姐姐，那我们总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吧？不过倒是可以借此吓他一下。这个女人简直是丧心病狂！先生息怒，魏夫人会不会因为情形不对出卖先生？暂时还不至于。即便他在符节之事上能够洗白自己，无关谋杀王后也是掉脑袋的大罪。但眼下一群人故意为难人，他们只要粮食，不要钱财珠宝，还说拖的时间长了，要把500车粮食变成800车。什么？800车？简直是岂有此理！先生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此事恐怕凶多吉少，这符节大约是要不回来了，我们得想别的办法。月儿，你这是在找什么呢？上次王后送了我一套紫玉鎏金的首饰，怎么找不到了？你找他干嘛呀？听说燕国来了使者给梦莹提亲，梦莹待我十分真心，我也该准备一些贵重的礼物送给她，也算是我的一片心意。那套首饰太贵重，我怕香儿他们粗手大脚的给弄丢了，就特别给收了起来。你要，我去给你拿。哎，那也不急，我还想亲手给梦莹绣一套嫁衣，当然这事定离不开姑姑的帮忙。你呀，还是忙你那些书简吧，嫁衣的事儿用不着你亲自动手，样子我和你一起商量就是。姑姑你看，这个金锁片十分精致，那麒麟做的跟活的似的，的确是好。姐姐的当儿已经快100日了，我想把这个送给当儿。麒麟为人宠，象征吉祥，王后定会感念你有心的。当儿，当儿，姐姐你看这金锁片可好？当儿，当然好。前日大王赐给当儿一个金锁片，按理说也是1等1的，还抵不过你这个精细雅致。大王定是想把好东西留着慢慢赐给小公子，渐渐比过去越来越好，要不哪会有惊喜？当儿，来，我抱抱。哎呀，小公子好重，哪像100日，倒像是周岁的孩子。当儿，能吃能睡，格外调皮。这才快100日，奶娘都快弄不住他了。我们小公子是大王最宠爱的嫡子，
哪能跟一般孩儿相比呀？奶娘，公子怕是饿了，抱下去喂喂。是。哎，来。姐姐，你从楚国带来的陪嫁书简，已经整理出来一部分了，正让人抄写成秦文。从楚国带来的越人，有的在路上被一群人所杀，也有的失散跑了。我求雍瑞想办法，从宫外新招募了几个，还不知好坏。姐姐有功夫去我那里看看。你做事我自然放心，我这里也忙，后宫的杂物拎起来针头线脑。放下去又千头万绪，再加上有道。姐姐，你这是推辞还是实懒？瞧你说的。好了，我若有空就去你那儿看看。姐姐，千万不要因为针头线脑而与我生分了。那是当然。那妹妹先告辞了。哼，我们王后什么没见过呀？一个金锁骗子，显摆什么？姑姑嘴上积点德吧。就凭芈月，哪里拿得出这样的东西？定是大王赏赐给他的。芈月侍奉大王多日，得些稀罕宝物，也是他的本分。只是什么？从小到大这么多年，只记得凡是我有的，定是他没有的。只有我给他东西，何尝有过他给我？如今却倒过来了。芈月妹妹，姐姐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也不让工人通报一声。我只是正好撞上，看你忙，想着还是不要打扰，省得你分心。什么分心？都说魏良人的学问是后宫里最好的，你来了正好给我帮把手。妹妹可知燕国来向大公主求亲了？我听说了。都知你与大公主要好，却看不出你对她担心呢。为何要担心？大公主的脾气向来我行我素，这桩婚事只怕她要闹一闹了。那燕国太子我也听说过，也算是人中龙凤。怎么，大公主不中意呀？谁告诉你是燕国太子？明明是燕王。不可能，那燕王已经50多岁了。宫里都知道了，只是前一阵子故意瞒着大公主一人。我让人打听过，燕太子早已经有元妃并生子，倒是燕王心丧了王后，所以来秦国求娶大公主的不是燕国太子，是那个燕王。燕王？那燕王，他已经可以做梦莹祖父了。唉，昨日受了风，腰酸背痛的。这王后有什么事儿，让下面人传个话便是了，还让我们这一遍一遍的跑腿儿。姐姐就别抱怨了，王后对咱们姐妹还是挺关照的。你想啊，自王后坐月子起，交房店就传话，不用日日去问安，免得大家辛苦。其实我们也偷了好一阵子懒呢。就光卖这点好，就把妹妹降服了。说什么降服不降服的？姐姐，今日召我们去，必定是和大公主的婚事有关。
大公主年幼丧母，又最得大王的欢心，她的婚事，咱们好歹得应付。看，这人真是禁不住念叨。魏长史、樊长史，大公主，给大公主道喜了。魏长史，有话便说，不必客套。大公主真是好命，大王一向疼爱大公主，等有一日大公主嫁到燕国去，一定会得到夫婿的加倍宠爱。你这是何意啊？我也只是瞎猜罢了。这人家都说嘛，年龄越大的男人越是懂得疼人。可惜，无论魏长史喜欢年长的还是年少的，都没有机会了。大公主说的恰如其分，所以我才要为大公主高兴了。大公主未来的夫婿可谓是姐姐成熟稳健，世间无人可比。魏长史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燕王年逾50，不是成熟稳健，是什么？你信口雌黄！此事大王做主，我怎敢有一句狂语？大公主慢走。姐姐，大公主一向都心高气傲，你何苦说这些话来伤她？哼，我伤着谁了？我只不过是说了一句大实话。哼。大王打算把大公主许配给燕国国君，秦燕两国联姻，如鼓琴瑟，同德同心，有益于我大秦安危繁荣。公主出嫁是后宫大事，召姐妹们来就是商议一下大公主的婚事。大公主的婚事由大王做主，王后亲自操办，自然再好不过了。只是那燕王，只要大王王后做主，自然不会有大的差错。也是，燕国国君城堵忠厚，大公主年轻貌美，这桩姻缘说起来倒也般配。姐姐所言甚是。大公主聪慧贤德，嫁到燕国必会得到燕王的专房独幸，秦燕联姻，珠联璧合，真是两国之大幸。夫妻相处，讲究的是琴瑟和鸣，白头相守。而那燕王貌衰老朽，大公主年方18，青春年少，如此夫妻，只会貌合神离，咫尺天涯，如何谈得上长相厮守？更谈不上如鼓琴瑟，同心同德了。夫妻相处，男才女貌自然最好，但是也要讲究缘分。到底何为缘分？花样年华，相伴日落西山。王后，这殿中姐妹都是过来人，对大公主这桩婚事妥否，大家该是心里有数。这么说，我们和王后都没有米八子一人考虑的周全呀。魏夫人用不着夹枪带棒的，王后明白我是什么意思。月儿在我这里向来有什么说什么，不像有些人总是口不对心。我不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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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公主，芈月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燕王不光岁数大，他还有残疾，腿不好。大王还没有下旨，事情也许还有回转的余地。我去过宣誓殿了，他对我避而不见，他一定是心里有愧于我。过去他对我的疼爱全都是假的。我不信。今晚大王会召我去成明殿的，我会对他说的。
昨日大王说好的，今晚要召我去成明殿。都这时辰了，大姐怎么还不来传旨？啊，我已经让香儿去打听了，一会儿便知究竟。夫人，哎，木心怎么说？木心说，大王半黑就去交房殿了。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今日大王是故意在躲避我。按你与梦莹的情分，谁都能猜到你定会为他向大王求情的。大王躲我，我偏要去找他。既然你已经知道大王的心思，又何必自讨苦吃？可这是梦莹的事啊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大姐，八字，回去吧。大王正在殿内议事，不能见你。还请大监行个方便。你若能进得去，我怎会拦你？我可以等。大王此刻不想见你，过会儿也不会见你。我真的有要事，必须要见大王。哎，八字，大监，大王，大王。寡人听说你一直忙于整理王后从楚国带来的陪嫁书简，今日怎这样得闲？望大王恕罪，为大公主的婚事，芈月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大公主的婚事已交由王后操办，用不着你越俎代庖。芈月不敢僭越，但大公主的这桩婚事的确是不妥。妥与不妥，前朝有重臣权衡，后宫有王后把握。你还是回书库去吧。大公主的终身福祉，只在大王的一念之间。去成明殿。是。大王，荡儿，笑一个，呦呦，荡儿，抓抓啊！哦，给娘亲笑一个，她抓住了。姐姐，妹妹来了。这孩子今日特别淘气，总是喜欢捉弄人。你给他什么东西，他都扔在地上，等你去拾。你若不拾，他便哭闹不止。小孩子都这样，哪里一样？上个月樊长史的孩儿公子通满周岁，那公子通比荡儿就大7个月，却是异常安静的孩儿。我看他身子瘦弱，怕是樊长史上次滚下台阶，害得他先天不足。哎，那次你怎么没去啊？樊长史说他也差人请了你。姐姐，妹妹来姐姐这里是有件事情想要求你。姑姑，带荡儿下去吧。是。抱下去吧。是。别以为我愚笨，你一走进交房殿，我就猜出了你的来意。母监不肯为我传话，大王不肯听我陈情。大公主这几日水米不进，我怕她有空，我自会去看望大公主的。姐姐能去看她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但姐姐毕竟是她的母后，总不能放手让她跳入火坑吧？梦莹的婚事由大王一人做主，梦莹违背父命，已经让大王恼火得很。我若再去劝说，只能是火上浇油。可这事怎么能了呢？走到哪儿，了到哪儿吧。姐姐有了荡儿，比我更知晓，凡事要为儿女的前程打算。列国自有年貌相当的诸侯和太子，大公主为什么偏偏要嫁给燕王那个老朽？那个燕王还是个瘸子。若是轮到你我，也是打死不嫁的。上次召集后宫嫔妃，
商议梦莹出嫁之事，你当众顶撞我，我不与你计较，是因为我知道你是性情中人。但大王的脾气，你也是知道的，只怕比你还执拗。我已经有了上次的教训，凡是大王拿定主意的事，硬要去碰，只有突破血流。姐姐，上次大王气恼，是因为怪罪你后宫干政，但儿女婚嫁本来就是母后的分内，大王总该听听你的忠言。姐姐，梦莹可怜，女儿家一生好坏只有一次，若遇人不淑，终身悔恨。当初姐姐一心想嫁给大王，不就是想图个好姻缘吗？姐姐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但凡有一点点办法，都不会来这里来麻烦姐姐。好啦，真是磨人。我并非铁石心肠，但你我都知道，此事是无中求有。如若机会得当，我会去试试的。姐姐这是答应了要为大公主求情，还不是因为你纠缠。有话在先，试得成试不成，都别怪我。我先替大公主谢过姐姐了。那我就先走了。王后明知大王的心性，为何还要卖给芈月这个面子？你也知道，入秦宫这么久，芈月只为他弟弟来求过我，还被你给拦了。芈月是打断骨头也不喊疼的人，从来不愿欠任何人的人情。况且这次还是为了别人的事，我若有机会让他觉得欠了我的，有何不好？木间传旨，大王一会儿就要到交房殿来。珍珠珊瑚，你们两个手脚还不麻利点儿？是。王后，你要不要带这只我们从楚国带过来的金簪呢？还是带那一对前日大王赐的蓝田玉钗吧。是。可奴婢还是觉得那对金簪更炫目些。你们都把我从楚国带来的首饰暂且收起来。人要吃一堑长一智，水能磨石，但万物水最软。我既想袒护母国，又不希望和大王伤了情感，只好事事顺势而为。是。王后，再用些胭脂吧，烛光下也显得喜气些。听说大王近几日一直没有召芈月侍寝，看来大王对芈月也是淡了。是啊，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，还不都是这个道理？更何况那芈月算什么东西？她也想争着上位。你们都在这贬她，但我却觉得恰恰错了。大王性情刚烈，从没有回避过谁。大王若是刻意而为，定是不忍与其举语，干脆避而不见。大王这哪里是淡了芈月，明明是过于用心了。大王到！大王，王后免礼。大王兴致勃勃，定是有喜事。寡人刚从四方馆来，国相张仪给我出了个主意，让在四方馆外放些铜箱，每个去四方馆的侧室都有甲乙丙丁的竹签，每日4家学说辩论，这些竹签的多寡决定着馆中辩论的席位。众人旁听侧室辩论，赞同哪家，就把手中各自的竹签投到哪个铜箱中去。黄昏时分，辩论结束，开箱验看，箱内竹签数最多的2家可以没收箱内最少的2家之竹签，并予以平分，使得他们在四方馆的席位加倍。今日是第1日，结果果然有趣得很。诸子百家之学说，
乃经营国家的策略。这个张仪怎么能用来做赌注？实在是太轻佻了。天下本就是赌场，诸子百家也不过是以列国国运为赌注，游说国君们推行自己提出的国策。寡人欢喜的人，都是与众不同、胆大妄为的。王后未免自我困顿，过于拘泥。臣妾忘了，大王一向喜欢标新立异、古怪精灵。这有何不好？寡人倒是奇怪，你与芈月同是姐妹，但性情却截然相反。张仪的主意让芈月知道了，她一定会欢喜。芈月打小就诛心去意，臣妾的确与她不同。10个指头还不一般长短，你和她要互相好好帮衬。大王所言极是，淑儿知道了。好了，寡人今日到你这里来，是有件事情跟王后商量。2日后立夏，寡人打算带文武百官到南郊祭夏，大约要花3、5日的功夫。寡人不在宫中，后宫事务就交给王后处理了。其他事情倒也没什么要紧，就是大公主的婚事，王后要悉心操办。大王在众子女中最疼爱的就是大公主，嫁妆丰厚不用讲。只是臣妾听说梦莹至今不解大王望女成凤之心，芈月对这桩婚事也颇有微词，并曾当众顶撞臣妾，让臣妾为难得很。王后以为这桩婚事如何？大王行事一贯慎密，深谋远虑，选中燕王定是为了大公主好，女儿家娇嗔，出嫁前闹一闹也是有的。臣妾照大王的意思办。王后识得大体，由你操持大公主的婚事，寡人放心。大王整日操劳，臣妾只是想替大王分担困扰。王后今日的容颜格外娇美。大王打趣臣妾。这只发钗与王后的发饰相得益彰。秦国蓝田玉是世间极品，臣妾为大王而容。王后钟情秦国蓝田玉，却不喜秦国的范石。寡人听说你总嫌秦宫的疏素粗粝。臣妾自小体弱，疏素容易让臣妾积食上火，所以不敢多用。无妨，你是王后，秦宫里稻米有的是，随你吃。但是寡人还是喜欢那些疏素，稻米吃了以后，1、2个时辰就饿了，不顶用的。臣妾今日特地为大王做了些点心，都是秦国物产，不知大王是否中意？究竟是何物啊？臣妾熬了山药小米粥，还有枣泥饼。这些东西虽然普通，但却最是暖胃安神的。王后有心，寡人刚好有点饿，叫他们端上来吧。玳瑁姑姑，快把点心端上来。是。大公主，就算别人不爱惜你，你也该爱惜你自己。我的命是父王给的，他这样逼我，让他收回去好了。你这是以命相搏，其结果必是2败俱伤。照理讲，大王并非蛮横之人，
若能弄清楚事情究竟，说不定还能找到回转的办法。只是大王根本不肯见我，王后答应说情，却又不了了之。他连你都避而不见，看来无人可以救我了。别那么灰心。我想，尽管大王是一言九鼎，但总有人说出的话能让大王回心转意吧。除非是他。谁？芊芊，去给我取膳食来，我要吃东西。大公主，你说什么？快拿膳食来。是。爱有情，心有灵。姑母，祭天君子，殷夫人，坐吧。谢夫人。来了就愁眉苦脸的，多扫兴。姑母这里歌舞升平，您可知道梦莹心里有多苦？花开花落就在眨眼之间，人生愁苦却是无穷无边。你若耽搁在愁苦之中，误了花期，多不值得。姑母，该来的总会来，一会儿再说也无妨。来，还是先喝杯酒吧。我曾说过，这世间绝对不会背弃你的，唯有这佳酿。芈月，你知道这首歌唱的是什么吗？有乐及时行乐，转眼人之老矣。梦莹啊，你随我来。孩子，要哭，你就在这儿哭吧。姑母，孩子，你想要姑母怎么办？去跟父王说说，让他收回成命。父王一向对您敬重，您也不曾求过他什么，所以您若去求他，他一定会答应的。你可知道，你父王为何在所有的兄弟姐妹当中最敬重我？因为祖母早逝，长姐如母，也因为父王对您一直心有愧疚。是啊，当初你祖父秦先王孝公也十分珍爱我，但是为了与魏国修好，他毫不犹豫地把我嫁给了我并不中意的魏王。后来秦魏河西之战，姑母按照你父王的请求，把魏国所有的意图和兵马调动的策略全部传递给了秦国。秦国因而大胜，而我却终身背负着背叛君王、出卖夫君的罪名。按律，我本应被枭首，是你父王用魏国战败赔偿的5座城池换回了我的性命。梦莹啊，你要记住，君王就是君王，
尽管他们有时候也会柔肠百转，但是放在江山社稷面前，他们连一刹那的迟疑都不曾有过。这么说，祖父和父王从未珍惜过我们，姑母和我都只是他们野心的祭祀品。不对，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就是他们的舍弃。他们舍弃了他们在世上最珍惜的东西。我如今才知道，父王对我从未真心过，全然不顾我是他的亲生骨肉。他的真心不是你要的真心，他宠你正是因为你是他的亲生骨肉，他逼你出嫁也是因为你是他的亲生骨肉。我不情愿，我不情愿，姑母。生在王室之家，这就是你的命。除非你不做大王的女儿，不做大秦的公主。我不做公主了，我不要做公主，我要搬来跟姑母一起住。姑母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，你帮帮我，姑母。我不要嫁，姑母，我求求你，你帮帮我，姑母，我不要嫁，姑母，我求求你。傻孩子，眼下我这一切也都是你父王赐给的。从你一生下来，你就不懂得什么叫一无所有。当年我离开魏国，秦国是我的退路，我还可以寄居在此，而你眼下却是退无可退。我若劝你退，就如同劝你从高墙上跳下去。孩子，你好好想想吧。夫人，有话你便问吧。你是大秦最有见识的女子，为何要叫孟莹认命？在秦国，历代先君、储君和公子们，死于战场的不知道有多少，而王室女子别嫁，又何曾不是另一种战场？舍身、舍命、舍情。身为君王，就真的要这么无情吗？你要君王该有什么样的情呢？是周幽王宠褒姒，还是纣王宠妲己？身为女人，我怨他们。可是跳出这一重身份来再看，失去江山的人连性命都保不住，还有什么怨恨可言？夫人既然这么说，可言语中却还有诸多的不情愿。君行令，臣行义，他保他的江山，我保我的真性情。夫人大彻大悟，芈月受益良多。非经磨难，不能彻悟。我倒愿你们这些孩子，一生一世都不要有这种彻悟。你们要照顾好尹夫人。是。
过是后宫中有一个伤心人罢了。从一开始就不抱有期望，比抱着期望却落得一场空要好得多。可惜，她还是春梦无痕的年纪。梦莹，我倒是不担心，只要她想明白了，就会跟她的父王一心一意。梦莹，拜见父王。你可想通了？是。想通了什么？身为秦国公主，位尊而无功，奉厚而无劳，坐享其成，岂能心安？寡人要你嫁与燕王，你可情愿？嫁与燕王，并不情愿。但若社稷需要，联姻他国，孩儿义无反顾。到底还是寡人的女儿，与寡人心意相通。记得寡人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，才13岁，双腿发抖，怕得不行，但依然义无反顾。织女莫过父。等你真正面临沙场的时候，你不会懦弱。难的就是决断的那一刻。你到燕国是要把寡人的眼睛、耳朵、手臂带到燕国去。寡人不会让你孤单。你与母国唇齿相依。要流泪，就在寡人面前流，千万不能让燕国人以为秦国女子软弱好欺。你是父王最为自豪的女儿。到了燕国以后，你要记住，你的背后还有父王，还有秦国。不管出了什么事，尽管派人送信回来。多谢父王。你这一去，不知何日才能相见。我若回不来，你就当我战死沙场了。怎么把话说得这么不吉利？和一个枯朽老头同床共枕，生不如死。这我都想开了。还怕真的死去？别钻牛角尖。福兮祸兮，事有百变。你若不能回来，我想办法去看你。我一个人在那儿就够了。你要自己好好保重。这秦宫里刀伤剑雨，无益于燕国。你能平安，我虽隔万里也会宽心。那日我带你去见姑母，是觉得你们性情肯定投合。我走后，将来有些事情，他或许可以帮你。此外，我特地向父王讨了让你出宫便礼的令符，你好好收着，
有了他，以后你会容易周旋许多。你自己挚爱重重，却还为我着想。以后，我也为你做不了什么了。给您啊，您拿好了。哎呦，公子要不要米糕啊？来2块吧。来，姑娘，这个不错啊，买不买啊？不了。我看你就是个凤凰米糕了。你到底买什么？你不买，别在这等了，你都耽误做生意了。我怎么不买？我要买，是你不卖给我。你，好，我卖你，说吧，到底买多少只？100只。100只？嗯。我没带那么多呀。你这么办吧，你跟我到家里去，你自己抓。我跟你去，你抓。我抓？啊！你连买鸡翁、鸡婆、鸡雏都搞不清楚，我怎么给你抓呀？你这个人好不讲理！我都说了，我给你50钱，那鸡翁要的最少，鸡婆多要，鸡雏要的最多。我看你就是个疯婆娘！不是，让大家评评这个理啊！我这鸡怎么卖啊？这位大伯，你的鸡到底是何价？哦，鸡翁5钱2只，鸡婆3钱2只，这鸡雏便宜1钱6只。这位大嫂，你到底带了多少钱？想要买多少只鸡呀？我出门的时候，我婆婆给了我50钱，说买100只鸡。我婆婆还说，那鸡翁啊，光吃不劳作，要少买些；那鸡婆能下蛋，要多买一些；那鸡雏长大了能卖钱，越多越好。那我也不知道我看呐，你呀是买不成了。你婆媳俩不识零数，只识整数啊！哎，你随便给他抓100只鸡，总是不会错的。我要是给他鸡雏抓多了，他说我占他便宜；我要是抓少了，我又吃亏。这生意啊，咱还是甭做了，您请吧。这生意我知道该怎么做，只是我帮了你们，你们该如何酬谢我？那你让我如何酬谢你呢？大伯只需要给我买2块米糕就好。2块米糕，说话算数。那你快说呀！这位大嫂有50钱，你可以买鸡翁4只，鸡婆18只，鸡雏78只。哎，鸡翁10只4只就是10钱。哎，这个人是不是饿疯了？随便说个数，想骗2块米糕吃。就是，是不是？你说的准不准？我来证明。哎，这位大人是？哟，这不是雍府的雍大人吗？雍大人。我可以证明这位公子算的没错。雍大人，那既然雍大人都说没错，一定没错了。给50钱，你把鸡送到我家里去。您先别急啊，我给这位公子买米糕去，买米糕去啊！400块，算了。行了，走。请问公子尊姓大名？在下黄倩。在下雍瑞，有意请公子去府中小坐，不知可否？那恭敬不如从命，请。失礼了，公子一看就非等闲之辈，若不嫌弃，就在我雍府暂且寄身，寻找机遇，施展抱负。在下来秦国，只是与人有约，未做长远打算。秦国眼下正值用人之际，秦王视财如金，求财若渴。那张仪入秦不到1载，便被秦王拜相。公子何不重做酌量？
我只是一介书生，有点莫危之计。雍公子过誉了。好吧，去留之事咱们暂且在意。公子肯在雍府落脚，已让雍某不胜荣幸。来，黄公子，喝酒。有一事，我想向先生讨教。公子但说无妨。几年前，秦王迎娶楚国公主，听说迎亲的车马在武关附近被一群人劫持，后来又如何了？那日，一群人袭击王后的车马，幸亏王后的陪嫁应女舍身引开了一群人马，才让王后得以脱险。王后有3个陪嫁应女，不知是哪位应女如此下干一胆。她叫芈月，是王后同父异母的妹妹。她被劫持到义渠之后，大王派我和张仪用600车粮食将她赎回。到了秦宫，因她聪颖俊俏，深得大王的宠爱，已被册封为8子。我雍瑞也算是阅人无数，这个女子的确是人中翘楚，不可多得。不可能，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。公子此话怎讲？来，喝酒。来。父王，儿臣去了。谢父王，谢母后。
姐姐。哦，迎夫人，大王来了，姐姐有失远迎。寡人去祖庙，顺便在这里歇歇脚。祖庙在东面，大王却来了北郊，南辕北辙呀。寡人，大王不必讲了，你呀，从来都是有事情纠葛不下的时候，才会想起我。世间也只有姐姐才知道寡人心中也有懦弱。在别人眼中，寡人从来都是个只知利害的无情之人。列国联姻各有所图，年龄相貌不相称的比比皆是，只要梦莹能想通就好。但看梦莹郁郁寡欢，寡人心里也痛。梦莹性子要强，作为公子妃倒也罢了，但是要作为一国的王后，那要忍许多不得不忍的事情。我是吃过那个苦的，回头想想，我如今过的日子，真比那时候高兴多了。如何高兴？你看看这赏鱼、赏花、打猎、抚琴、酿酒。大王，去年秋天的时候，山果繁盛，我还亲自酿了一些果子酒呢，送了雍瑞几坛子，他赞不绝口。大王若是喜欢，也带走一些，尝尝我的手艺吧。说到酒啊，寡人还记得儿时你第一次酿酒，酿得比醋还要酸，还硬要寡人喝。如今手艺大有长进了吧？如今也没有人敢硬要大王做什么了。逝者如斯，如今寡人坐拥江山，却更怀念当初的岁月。这衣服会不会做得太大了些？萧冉和蓉儿都是长个子的时候，他俩的衣裳还是做大些为好。萧冉小小年纪就从军了，这也太苦了他。听说司马将军眼下将他安排在自己的大帐里，带在身边，时时调教。还不到1岁就没了娘亲的孩子，幸亏有你这个姐姐。萧然从小有志气，想来不会辜负我们的。蓉儿也长大成人了，但因为威后阻碍，楚王一直没有给她分封。想到她孤身一人在那儿，无依无靠的，真是让人揪心。八子，大坚来了。大王口谕，宣芈月今晚承明殿侍寝。是。还不快帮着八子梳洗打扮，接他的撵轿马上就到了。是。八子，老奴告退。不需要麻烦，平常装束便好。大王，不是这个，寡人要的是昨日寡人看过的那卷琴律。是。拜见大王。我以为你不会来了。大王召见，怎敢不来？你可以给我一个理由。病痛、不适，女孩子家这些借口随手拈来。大王洞若观火，被拆穿的把戏，
岂不没趣？虽然不情愿，可是你还是来了。虽然来了，可还是不情愿。你这个丫头，为何如此倔强？芈月只是说真心话罢了。大王若不喜欢，那以后芈月慢慢学着说假话。宫里只有你一人敢与寡人顶嘴，你可知错？大王恕罪。可芈月还是不知错在何处。母亲，下去吧。是。坐。谢大王。坐到寡人这儿来。你说，寡人喜欢你吗？或许有那么几分吧。坏了良心的小丫头。可无论寡人有多喜欢你，还是要常常到宫中其他嫔妃那里去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您是大王啊。此刻，我与你在这承明殿里，我是你的夫君。明日我出了这承明殿，便是一国之君。这大义和小义、轻重之别，你该有数。芈月只是一普通女子。芈月有普通女子没有的胸怀。大王是想要芈月学会做宫中女子？寡人不要你做宫中女子中的一个，而是要你在寡人眼中独一无二。行了，别跟寡人赌气了。寡人找你来是有正事，听说整理王后陪嫁的书简之事一快了结，你近来在演练新招来的乐师。芈月只是不想让光阴荒废了，再者，也可以让楚国带来的编钟和其他乐器物尽其用。既然如此，你可愿意每日来给寡人整理书简和奏章？我？寡人要用的书简和奏章浩繁众多，无人分类归档，翻找起来耗时耗力。你可每日免召进入承明殿，为寡人整理书简和奏章，归类收藏。这么说，这里全部的书简和奏章都由我管辖？是。我可以随意翻阅这些文字啊？那是自然的。谢老伯恩典，芈月求之不得。怎么又叫寡人老伯了？芈月更喜欢大王做邻家老伯，不喜欢邻家老伯变成大王。小丫头，你一准知道，你笑起来比哭顶用多了。月儿不知，精兵利器足以毁掉寡人的社稷。对了，明日是7月初1，寡人想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不过到时要让木间给你准备一套合适的暖装。明日要去哪儿啊？明日你就知道了。雍大人啊，黄公子，粮草账目已经核对完毕，应该没有什么出入。这么快？幸亏有你帮忙，不然我一个人忙到手忙脚乱都弄不完。举手之劳而已。
一会儿我要去宫中见治粟内侍交接账目，午后才回来。进宫？雍大人，能否带上子倩同往？哦，在下听说咸阳宫恢宏无比，想借此机会一开眼界。也好，万一有什么问题，我也好找你核对。不过，你千万要记住，一会儿到了宫中，一定要跟紧我，切勿到处乱走。好。这里就是天下侧室云集的四方馆，也是如今咸阳城最热闹的地方。王公子哪天有兴趣，可以进去看看。好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四方馆，寡人知道你一定会喜欢。天地万物无理天下，天下事宜，天下熙熙，皆为德才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。且看大家都讲得这般热闹，但谁又能够牺牲自我？大家是怕好胜，你我是良猪汉白，世人谋利，无利则化兵平善，有利则洒血断头。儒家也说过，有恒禅者有恒心；法家也说过，人性遂利。所以，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，都应当从我派之言。胡说！人性本无，世间如染缸，入仓则仓，入黄则黄。治国之道，犹不可听乱也。人之异于禽兽者，乃人能互助互援，可听出什么来？减少不平，争取公平而已。各家说各家的理，却都未必能够压倒别人。百家争鸣已数百年，谁能说服谁，谁又能够压倒谁呢？其间相生和相克，为什么还要争呢？五行即为五德，万物与五行对应，各具其德。天道运行，人事变迁，王朝更替，更是五德转移之结果。你们都说得好听，却空言无补。如今诸子百家当中，真正能有所作为的是我们兵家。兵者，国之大事。小丫头，你刚才问我什么？得知众寡强弱。我说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要争呢？克敌制胜。争是为了发出声音来，各种声音意味着推陈出新和长进。原来这世间只有周礼一种声音，四方陈迹。我大秦在俗人眼中，也不过是为木马的边鄙野人。周天子的威望倒塌，才有了列国和我大秦的崛起，有了各方人才的投奔，有了这四方馆中百家争鸣，激荡文字，人才辈出。可臣妾昨日在大王的成名殿里翻阅商君书，商君斥其他学说为贼，大秦用的可是商君之法。在我看，任何一种学说都在尽力排斥他人，但总有聪明的学人在不断吸取他家之长，丰富自己。而君王则一家为主，数家为辅，内佐王政，外扩疆域。修恶之心，义之端也。这真是一个好主意。每逢初一十五，这里都会有大争辩。既然你这么喜欢，寡人准你初一十五凭令符过来。不过必须要男装打扮，还可以，让臣妾下注。我们多知道民间疾苦，掌握耕战之实际本领。啊，公子，王公子，哎，你就在此等我片刻，我去就回。雍大人尽管去吧。敢问，敢问，在下初进秦宫，
想向你打听一人。何人？是位楚国来的女子。这宫中楚国来的女子多得很。这个女子名叫芈月。你是何人？怎敢大逆不道，直呼芈八子的名讳？她与你有何干系？哦，在下也是楚国人。这宫里宫外楚国人多得很，都借着楚国二字来攀附八子。你四处打听他，到底想做什么？啊，母亲。雍大人，不知你在问什么呢？这位公子是随我进宫办事的。小的不知，这位公子是跟雍大人一起的，多有冒犯。我们这就告退。雍大人慢走。走啊。王后，楚国那边刚送来的书信。王兄和母后好久没来书信了。是啊。王后出了何事？母后现世了。知道魏后去了，孟昭氏和景氏都亲自过来祭拜。可直到此刻，那个芈月不仅没有露面，连声问候都没有。今日我还曾特地去会院通报魏后故去的消息。仙儿慧儿好歹还说了声请王后节哀顺变的话，可那芈月就坐在屋子里，竟然连眼皮也不眨一下。姑姑，你说在我出嫁前，母后日日守着这些陪嫁裙的，看了不下数十遍。魏后字字斟酌，唯恐一点疏忽，让王后在秦宫用度不足，衣食不便。这清单上全是母后的心血，可我却从未认真看过。王后出嫁，魏后可谓喜极忧戚，柔肠百结。母亲，孩儿不孝，皆悔莫及。王后不必自责，魏后指望的就是王后在秦宫根深叶茂，成就子孙帝王万世之业。戴瑁受魏后恩典与责，定会替魏后照料好王后，活一日
便会竭尽全力保王后在秦宫平安。姑姑，他死了，他居然死了。死了？谁死了？魏后死了。楚国来信通报，说他因病而亡。王后不思茶水饭食，因此事哀痛欲绝，不能自已。宫中无人能解他心结。王后闭门暗自伤心。魏后尽管刁蛮，但对王后却是百依百顺的。若不是因为对舒姐姐的娇宠，我的性命也早就没了。那么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，不知她死时想的是什么。她一定想不到，自己竟然会死在我的前头。月儿，你很少跟我提起她，你还一直记恨着她？她害死了我娘亲，逼死了举娘娘，又几次差点要了我的性命。我的一切都是拜她所赐，还用得着特意去记恨她吗？先生，公孙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今日来也是迫不得已。出什么事了吗？先生是否曾有块符节交给义渠人使用？确有此事。那是在秦王迎娶新王后之前，我借给他们的。当时说好了，用完之后即刻奉还。但是因为事情没有办成，他们却也赖着不还给我。这事情都过去2、3年了，我现在正在想办法与他们交涉。先生不必痴心妄想了。前些日子，我们在义渠国的密探秘密通报，早在半年多前，秦国的雍瑞大夫以重金从义渠王手中买走了那块符节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如果真是如此的话，秦王为何待我从无异样之处啊？那不过是猫戏老鼠的手段而已。眼下先生随时都可能大祸临头。事不宜迟，魏王已经为先生做好了安排。8月初1，我在城外接应先生离开咸阳。这是给你准备的出城符节，这是伪造你身份证明的注册。我与秦王毕竟君臣一场，如今见解相异，各奔东西。再见，恐怕就是在战场上了。走吧，下一个。来人，拿下！为何抓我？为何抓我？听说我是个魏国的奸细，说抓人就抓人，有证据吗？这年头抓人要什么证据啊？后边的人愣着干嘛？抓紧时间！下一个。放行。下一个。公孙先生，请上车吧。我若再回来，
内可是公孙衍？公孙衍，请下车吧。先生认错人了吧？车上只有区区2个商贾，并没有什么公孙衍呐。昨日朝堂共事一军，今日相见，公孙衍为何缩头缩尾，不敢相认了？下来吧。罢了，罢了。既然如此，楚离子不必对我言语羞辱。我公孙衍不过是想出趟远门，不劳楚离子相送啊。身为大良造，出行光明正大，何苦要乔装打扮？公孙先是位高权重，乃大王的左膀右臂，怎能不辞而别呢？昨日座上客，今日阶下囚。大王待臣下3心2意，令天下人寒心。大王对你仁至义尽，倒是你公孙衍朝秦暮魏，手鼠两端。带走。是。慢着，慢着。大王口谕：公孙先生曾为秦国社稷立下汗马功劳，听闻即将远行，特赐千金以壮行色。这个符节是大王叮嘱一定要交还先生的，先生不会不认识他吧？这是你3年前给义渠王使用的，大王重金赎回。这次先生要去魏国，这一路关爱重重，有了它，可为先生免去许多周折。接着吧。楚离子，放行吧。放行。公孙先生，慢走。大王，公孙衍出走魏国，必成大患。王兄不仅不派人追捕，反而千金送他上路，这岂不是为虎添翼？寡人曾与他君臣一心，肝胆相照，共度艰难。如今他弃我而去，也许有他的不得已。若抓他回来，判罪获刑，寡人于心不忍。另外，会让天下尤氏谋臣猜忌我秦国和寡人不识人才，缺少胸怀。寡人权衡利弊，才派幕监前去传旨。既然公孙衍已不能为大秦所用，何不借他的离去，收复天下人心？王兄高瞻远瞩。不过放走了公孙衍，那魏国埋在我们中间的那些暗桩怎么办？全部起出来，不管牵涉到谁，抓！
姐姐，你出去吧。是。姐姐，公孙衍出逃魏国，这事儿你知道了吗？我也为此事而着急呢。听说城中只要与魏国有来往的人，均被查捕，风声是越来越紧了。大王赐给你的那个铜符节，你还带在身上吗？啊，在这儿呢。收好了，这可是能保命的。姐姐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我过去跟公孙衍都有交往，而你只是一个深宫妇人，既不知军国大事，也素来和我来往不多。从今以后，你就不要再到我这里了。姐姐，如今公孙衍已经出逃了，这铜符节再也寻不回来了。我这次只有坐以待毙了。姐姐，那铜符节你也不可能日日藏在箱子里呀。再说，与魏国来往的人也不仅仅是你，那若是别人在半道给弄丢了，也不是咱们的过失呀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这铜符节的事，必定要有一人顶包。妹妹，姐姐叫你来，是有事要托付给你。你我虽非一奶同胞，但因从小一起长大，胜似亲生姐妹。在宫里，除了你，姐姐唯一的亲人就是华儿。姐姐若是被大王治罪，华儿必受连累。姐姐是想，华儿在宫中无依无靠，我只能把她托付给你了。你独子上有，华儿又一向与你亲近。姐姐，你别再说了，容我们再想想法子，结果不一定有那么糟糕呢。啊，把事情都想清楚了，就没那么糟糕。来，妹妹，让姐姐看看你。你说这时间过得还真是快，这转眼我进秦宫已经近20年了，而你也有10几年了。那时候你还是一个毛手毛脚、经不起事的小丫头。记得那年你失手打碎了大王的一个碗，吓得你躲到了交房店的偏殿，浑身发抖。姐姐，后来还是你替我顶了罪，还被王后罚跪了2个时辰。逝者如斯夫，你已为人母，姐姐也老了。姐姐，姐姐，记得进宫那日，你头上戴了一个碧玉簪，众人都夸俊俏，连大王都忍不住多瞅了几眼。那簪子可还在吗？在。姐姐，你把它赠予我吧，以后也是个念想。你等着，姐姐去给你拿。姐姐，我的孩儿就托付给你了。
姐，你多保重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卫禀夫人就敢闯进来！夫人，奉大王之命，查办魏国奸细案，内府要传唤你身边的采凡，请夫人允准。我身边的士人都忠心耿耿，没有奸细。如若你们要带人，还是带我去见大王吧。夫人在时不可离开，还要协助老奴查找一些东西。找什么东西啊？铜符节。那东西我一时想不起来放在哪里了。既然夫人想不起放在哪里，那我们可以帮你找。是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若是真找不到，恐怕夫人就更不好交代了。哦，忘了告诉夫人，魏长史已经前往内府问审了。我妹妹什么都没做，你们太放肆了。大王吩咐，公子华身边的所有太傅和侍从均已换人。采凡，你还站着干什么？走吧。夫人保重，奴婢先去了。不光是采凡，所有从魏国来的侍女侍从都要到内府过一遍，带走。是。夫人保重。大姐，没有。禀告大姐，铜符节找到了，是小的在正殿的首饰盒里找到的。那魏夫人平日多霸道啊！如今眼看着她手底下的人一个个的给拉去过审，总算是出口恶气。可不是，大王可算要跟他们算总账了。下毒害王后是一档子，勾结一群人打劫是一档子，借着国美人上吊陷害咱们再是一档子。那魏氏姐妹死多少回都不算多。这要是在咱们楚国，割鼻子挖眼睛，再砍掉他们的双脚，只怕眼下还伤不到魏夫人毫毛。查铜符节都以为魏夫人定跑不了了，结果呢，魏长史的铜符节没有了，魏夫人的还好好的在首饰盒里装着。谁都能看出来，那个魏长史就是个替罪羊啊！魏夫人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呢。你们两个去膳房看看，给王后煮的百合莲子粥该好了，让他们拿兵给镇上。是。奴婢看着，王后有心事。魏夫人他们倒了。照理说，我该高兴，但心里却是害怕。王后怕什么？当初秦楚联姻，王兄指望秦国能助楚国称霸天下，母后更是深信楚国强，我在秦宫势力必定也强，时时能帮楚国说上话。可结果却是秦强楚弱，秦进楚退。现如今我在后宫，哪句话该说，哪句话不该说，全要看大王脸色。假如有一日朱由蒙了心，一步走错，魏夫人就是范例。你们都以为大王是在帮咱们出气，其实若不是大良造挂印出逃，大王说不定还由着魏夫人他们在后宫耀武扬威呢。如今收拾他们，却让你们这般惊喜若狂。但只要魏夫人倒了，后宫就没人能与王后作对了。真的吗？不对，
奴婢忘了那个狐妹子芈月了。王后是不是说，那芈月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就算芈月想作怪，也绝非王后的对手。王后是正宫，有嫡子，魏夫人倒了，公子华已经没有机会了。接下来，王后就要把心思放在立嗣上。一旦大王立公子为太子，那王后的位置不就高枕无忧了？话是这么说，但是大王疑心最重，此事容易弄巧成拙。要不然，咱们让芈月替王后出头。眼下那狐妹子可以随意出入承明殿呢。唉，自打母后去世，我与芈月也冷了许多。一想起母后与她的纠葛，心里难免郁闷。魏后过世，与她脱不了干系。姑姑又来了。算了，你去传话吧。过几日就是8月15，让芈月他们到教坊殿来，顺带着叫景氏和孟昭氏也来。魏夫人倒了，总是幸事，我们姐妹们也该聚聚了。是。